一路上布满尘埃，风雨过后谁还在？我们都在寂寞里取暖，对现实习惯无奈，却对感情为难。剩多少人能挣脱牵绊？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我们都怕承担，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来，我来。谢谢。小心。慢点，伯母。伯母，你还会晕吗？不会了，好很多了。那有什么想吃的，我等下帮你去买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不饿，谢谢啊。来妈，小心啊。慢点。怎么？你不打算让我进去坐坐？放了行李我就走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谢谢。伯母啊，我都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你还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呢？要不我们继续聊？我想我妈没兴趣知道你喜欢吃什么。那我们可以聊你喜欢吃什么。好啊。妈，你刚出院，都休息吧。哦，那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伯母，你好好休息啊。慢走啊。你也好好休息。走啊。他不好吗？他很好啊。那为什么你对他这样？当然有我自己的原因啊。正业这个人很不错的，你要好好把握。我很担心，因为你爸爸的关系，你会对男人失去信心。不用担心了，只要是我想要的，我绝对不会轻易放手的。OK？ 那就好，我进去休息了。我陪你吧。不用，我自己行了。你小心啊。喂，这么快就想我了？什么东西落在我的车上了？是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啊，我接受你啦。啊？我接受你啦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了？等等，那刚才为什么你不让我进去啊？因为那是我对你的最后一个考验。我很想知道，当做无所谓的坚持时，你还会选择尊重吗？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陪我妈了。女朋友啊，那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你哦。拜拜。拜拜。Yo bro，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若琳现在是我的女朋友了。真的啊？恭喜你啊！走，去吃顿饭庆祝一下。不行啊，我约了言之去看电影。哦，我忘记你还在情海中挣扎。我希望你早日游上岸啊！哎，千万不要中途溺毙哦。你需要在这个时候说风凉话吗？我早就知道我成功的比你早。可是有说风凉话的机会，我干嘛不说呢？这样的感觉真的很好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会嚣张很久的，因为我很有信心，我很快也要上岸的。
这虽然是你第一次谈恋爱没错，可是以刘言志的条件，你也追得太慢了吧？他条件不错啊。对，我不是说他条件不好，是不够好，身材不够好，样子也不够。喜欢就行了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你慢慢去 enjoy 你上岸的喜悦吧。好，拜拜。嗯。电灯泡很失望啊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没想到你姑姑会带你来。我买的戏票会不适合你。啊？你买了R21？不是，是 NC-16。对不起啊。是我的错，我应该告诉你，我会带他来的。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你是故意买限制级的，那我就不能当你的电灯泡啦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听说这部戏不错，所以我就去买那票啦。我只是……你不用这么紧张，他跟你开玩笑。对啊。 怎么什么东西都那么容易认真的？不过也好，起码表示你对我的姑姑也会很认真的。我对你姑姑是非常认真的。现在没有办法看电影，我们该做什么？我听说这里附近有一家卖豆花的不错，不如我们试豆花吧。姑姑不喜欢吃豆花的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我相信他们有卖别的吧。他们只是卖豆花。哎，干脆你请我当你的爱情顾问好了，我可以把姑姑喜欢和不喜欢的全部都告诉你。好啊。怎么了？那妹妹好像迷路了。妈咪，妈咪，你在哪里？妹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妈咪不要我了，要把我丢在这里，她真的不要我了。 夏丽，请问你是爱玲灯吗？今天中午在乌节路的购物商场，有一名小女孩声称被母亲遗弃在那里，于是警方把女孩子的母亲带回去协助调查。身为一个母亲，最基本的责任是保护自己的孩子。不过，这位母亲居然恶意的把女儿遗留在购物商场，然后回家倒头大睡。 他的母爱在哪里？居然把亲生女儿遗弃？难道他不担心自己的女儿会被人拐带，或者遇到更令人不堪设想的意外吗？这么不负责任的母亲，不应该这么快就获得原谅，应该得到她应得的惩罚。而警方也不排除会起诉这位母亲。 亲爱的，今天的事情干得漂亮啊！言之发现新闻，马上找 Benny， 还陪着那个小女孩，那个叫什么？小爱。对，陪着小爱找到妈妈，处理得非常好，well done， 鼓掌一下。我早就说过了啊，我有了洛琳、言之两位得力助手，砍掉我的双手都没有问题。哎，你怎么说的好像没有我们几个也没关系？哎，你这就错了，没有你们当然不行啊。不过呢，人生处处不公平啊，有红花就有绿叶，可是呢，红花并非处处开，做绿叶认命了啊。那希望我们这些绿叶不要变成枯叶就好了。哎，除了红花绿叶之外，还有一样东西，树干。 那我当花盆好了，反正我现在很像嘛。像，好了，绿叶、红花、树干、花盆啊都没有关系。总之一句话，我们要努力把放大新闻眼做到最 top 的啊！来讨论一下，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？最近呢，有一家传销公司，他们通过特殊的管道取得了一些人的联络电话，然后呢就会发短讯给他们，告诉他们说他们有一种药吃了后能治疗癌症。来，等一下，
你们两个好像有问题哦。哇，郑业，你传 kiss 图案给若琳，郑业，我们两个都已经在一起了，为什么不能发 kiss 图案？真的？什么时候到手的？哎，什么到手的，很难听哎。对呀，我这样说比较直截了当，大家都懂，对不对？说。其实我们还不算是。我们还不算呢，我们都已经接吻过了，还不算呢。哎，我有这么丑这么难带出门吗？哎，对，说得好。若琳，这是你的不对了啊！做人要诚实，做过就要承认，对吧？对啊，恋爱是件好事，享受的过程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你们还不快恭喜我？好，恭喜！祝福，孙贵子啊！这个我会考虑哦。啊，不要说我这个做上司的没有人情味啊！我保证从今天开始给二位多一点拍拖时间啊！你说的啊？对。你不要起哄。我们开会吧。对啊，先开会。其实我觉得小爱的新闻比较值得跟进。很多人会对一个狠心的母亲丢下她孩子的新闻比较感兴趣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制作成一个专题来探讨。我想言之应该有意见吧。我们一旦跟进这新闻，其他的媒体也会跟着，到时艾琳和小爱的生活会受到影响。那种压力，我们大人未必能承受，更何况是一个小孩。我就是要利用媒体的力量给艾琳压力，让她知道她犯了有多严重的错误。你真的忍心让一个无辜的小孩受到伤害吗？我也觉得言之说的对，这件事会不会给小孩子带来心理上的阴影啊？阴影总好过伤害吧。我相信，如果艾琳没有吸取教训的话，她以后带给小爱的伤害可能会更大。可是，这新闻很多人会关注的，点击率也很高，很自然的广告声也会进来，是个双赢的对策。我觉得呢，你还是接着做吧。听我说，反正小爱已经接受你了，你继续采访没有问题啊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决定了啊，去准备一下，好吧？言之你留一下。亲爱的，我也真的是没有办法。你以为主播这个位置这么好做啊？若琳她就是非常清楚啊，这个观众要什么，市场要什么，广告商要什么，所以才有今天的地位。我们做媒体的，几时要看市场的脸色啊？哎呀，是看钱的脸色。要不然我们这么多人薪水，电视台运营费从哪里来？人生啊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想成为在一旁没人理的拖鞋，你就要学会妥协。如果你两样都不愿意做，可以啊，你成为那个无人可以取代的那一位。你要我取代若琳当主播？当然，说取代不太好听啊。但是如果你愿意像他一样成为 TOP， 你就可以拥有生杀大权啊！到时候你可以决定什么做，什么不做。我没有兴趣当 TOP， 我只想做好我的工作。完了！你既不想做拖鞋，又不愿意妥协，你就等着当番茄吧。什么意思？任人切喽！嗨，应该在这里。洪先生，洪主播，你来了。Hello。小爱，爸爸不是告诉你有位若琳阿姨要来看你吗？她就是若琳阿姨了。小爱，你好。若琳阿姨。小爱你好，我叫郑业，你也可以叫我帅哥叔叔。帅哥叔叔。哇，有前途啊！这里有一些零食和故事书送给你的。谢谢。哇，看来你有资格当一个合格的妈妈哦。你想要吃什么？你别误会啊，我还没有准备好当个爸爸。请喝水。谢谢，不客气。爸爸，故事里的小蝌蚪最后终于见到了他们的妈妈。我也很想妈咪，我想回家去找妈咪。可是妈咪这几天身体不舒服，等妈咪身体好一点，我带你去找她。真的？真的。那现在爸爸要跟叔叔阿姨聊天，你先回自己的房间。如果我很乖，你是不是就会带我去看妈咪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快去。冯主播，你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，说有事找我，到底有什么事？我想问你，你为什么会跟艾琳离婚？自从艾琳生了小爱之后，她得了轻微的躁郁症，本来没什么，可是后来脾气越来越坏，甚至于出手打我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才在小爱1岁的时候和她离婚。难道你不担心小爱吗？
你这样做等于把他放进很危险的环境中。所以我后悔了，我决定争取小爱的抚养权。这次很不像你哦，你很少对一则新闻这么投入，这么的感情用事。基于我现在是你男朋友的身份，你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？我小的时候，有一次妈临时要去代工，就叫爸照顾我。他就带我到小贩中心吃，在那里他遇到他朋友，聊着聊着就忘了我的存在。我无聊嘛，就到处乱走。我走到很远，结果我迷了路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有一个男人说要带我回家，找我爸。不过在途中，他非礼我。我当时真的很害怕，不敢反抗。幸好有人路过，救了我。所以你才会这么想要艾琳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完全可以体会小爱当时那种孤独无助的感觉。要是真的发生什么事，她是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。所以我一想到，我就……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做你的守护天使。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都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。你确定？如果遇到色狼的话，我也会牺牲自己来保护你。如果我打不过他，我也会拖住他的腿，然后让你先走。现在这种时候，你不能正经一点吗？人本来就不用这么紧绷嘛，你要学我，开心一点。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像你这样的啦。OK， 我负责让你开心就好。现在是开心时刻，吃饭去。这个艾琳到底去了哪里？这么久还不回来？我们做记者的要有耐性，不能太急躁。哟，你现在讲话有点不一样哦。有吗？有啊，你变了很多，你不知道吗？那是好人是坏？那是好事，你现在变得更有自信，更会表达你自己。而且我觉得啊，你现在一点都不比若琳差，你们两个是差不多，但我就差很多了。哎呀，你不错啦，最少你有自知之明吗？你没有那么差啦。哎呦，你们不要说什么安慰我的话了，这只会让我更难过而已。还是让我化难过为食量好了。哎，肚子饿了，要吃什么？我去买。不用啦，有人送来啦。嗯？哎，志胜，你怎么来啦？我正业在附近办点事，他跟我说你们在这里，所以我想可能你们还没吃，就买点吃的，要他送我过来。你真的很体贴，谢谢你。这是你们的。哎，颜值好像有点特别哦。哎，没有。瑞瑶，我们到另外一边去吃。为什么？我刚才说你有自知之明，你还不懂啊？我们可以一起吃的吗？我怕寂寞啦。对了，晴子说你喜欢吃这家的烧腊饭，所以我特地去买。来。哦，谢谢你啊。你吃了吗？吃了吃了，你一定很饿，赶快吃吧。你不是说正业送你来吗？他人呢？哦，他车没油，他去打油啊，等一下就过来了。哦。哎呀，暗恋真痛苦啊！我这是明恋好不好？你都已经这么明了，人家不明白，
我看你还是转换目标算了。No， 我是不会放弃的。那我祝福你哦。Thank you。你走快点好不好啊？我要回去收拾东西，你帮我带给小爱。你不是不要他吗？你干嘛还关心他？谁说我不要小爱的？那你干嘛把他丢在购物中心？我要小爱，我要小爱，我要！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要小爱，我要小爱，我要啊！我要你不要乱说话，我要我的女儿，听到了没有？我要，我要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为什么不要她的？我要，我要我的女儿，我要啊！放手，听到了没有？我要，下来，不要跑！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没有？下来，不要跑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那个男人在说骗话。我会患上躁郁症，不是因为我生了小爱，是因为他有暴力倾向，常常动不动就打我。如果不是因为小爱，我早就报警了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是应该报警的，那种人是应该让他受法律的制裁的。他说，如果我敢报警的话，他就会伤害小爱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要忍。事实上，很多人长期受到家暴都不敢报警，就是因为担心之后会遭受施暴者更严重的暴力对待。那为什么你后来跟他离婚了？他生意失败，需要一大笔钱，我答应，不过条件是他一定要跟我离婚。他为了那笔钱就答应了。可是小爱，她好像不知道她爸爸是这样的人。我听人家说，单亲家庭的孩子很脆弱。我不想小爱知道，他有一个这样的爸爸。那刚才那个男人是我的男朋友。社工说我的精神状况不好，所以不能够见小爱，所以我只好叫 Patrick 帮我去见他。不过他也是另外一个烂男人，什么忙都帮不上我。我真的好想见小爱，我不可以再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了。这些东西我都跟社工说了，不过他们说我的情绪不稳定，都不相信我。他们还说会把抚养权给那个男人。哎呦，这些社工是怎么做事的？好人坏人都分不清哦。其实社工不让你见小爱是有他们的理由的。我相信只要你努力的好起来，很快会回到你身边的。药我每天都在吃啊，不过都是一样的。我吃了这么久了都没有用。你稍微冷静点。如果你要更换心理医生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找。如果你需要律师帮你争抚养权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这么多人愿意帮你，你一定要加油。我觉得艾琳在说谎，她的目的就是要减轻罪名。坦白说，我不觉得她在说谎啊。可能她演技很好呢。可是照我的观察，我也不觉得她像说谎。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她没有说谎吗？不要忘了，她把小爱遗弃在故意商场，那是事实。可能事实的背后有什么苦衷呢？好了，两位都不要争了啊！我决定了，你们两位各自做的访问呢，暂时先不要播出，继续调查，等明确了事实真相之后，才推出专题报道。
喂，我做了决定了，给我一点尊重好不好？丢？哦 ，no 丢。Good， 散会。有话要说吗？你应该有话要对我说吧？没有什么好说的啊。真的？那你认为我应该说什么？说我刚才为什么不站在你这一边？这是一个民主社会，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啊。我就知道我的女朋友最讲道理了。这么说，你曾经有过那么一丝想法，认为你女朋友是个蛮不讲理的人啊？我错了嘛？可是这也是因为我在乎你嘛。我向你赔礼道歉。哦，不够，再来一个。哎呦，你们两个要不要这么闪光啊？要闪去别的地方闪嘛。对呀，你们也顾及一下瑞瑶的心情嘛。她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，看了会难过的。我好可怜啊！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宝宝，不要难过。喂！干嘛你无聊啊，幼稚！喂，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？当你面对一个男人的时候啊，要把他实际年龄减5岁，因为男人的成熟度呢远远没有女生这么高，这样女生啊就不会生气了。才5岁吗？你刚才像一个7岁的小孩子，这么无聊。谁说7岁的小孩子一定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呢？我真的很佩服洛莲，要当你的女朋友需要很大的耐心。我是万中无一的男朋友，好不好？做我的女朋友很幸福的。你有意见啊？喂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会不会选择我做你的男朋友？我会，因为你已经是洛琳男朋友。如果不是呢？假设性的问题不回答，因为你已经是……我都和你说如果了。永远不要问如果。有第一个如果，就有第二个、第三个，越来越多如果，就越来越怀疑自己。你需要这么认真吗？我现在都很认真，不像你一副游戏人间的样子。你没有听说过外表不等于内在吗？啊！喂，你都绕了那么大圈了，你还没回答我。如果我直接去告诉洛琳好了。哦 ，OK。如果不等于结果嘛，哈，不知道也无所谓。哎，你刚才那么认真，在想什么？想艾琳的事喽。如果那个洪家发真的像艾琳说的，他干嘛主动接小爱回去照顾，还去争取他抚养权？小爱，颜芝阿姨，在等爸爸。颜芝阿姨，你带我去找妈咪好不好？找妈咪？我要跟她说对不起了。为什么要跟她说对不起？都说我不好。如果我那天没有惹她生气，她就不会说不要我，把我留在那里。那我现在还是可以跟妈咪在一起。你为什么惹她生气呢？我要买玩具，妈咪不肯，那我就说妈咪不好，我不要妈咪，我要爸爸。她一听到我要爸爸就生气了。是不是每次你说你要爸爸，你妈咪会生气啊？哦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说了。我要跟妈咪住在一起了，妈咪很疼我的，都是我不好，常常惹妈咪生气。没关系，颜芝阿姨带你去找妈咪 ，OK？ 好。小爱，爸爸不是说叫你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吗？她是颜芝阿姨，不是陌生人。你好，你是帮了小爱的记者？对，我是刘颜芝，你好。洪家发，你好。小爱，肚子饿不饿？想吃什么？汉堡包、薯条。来，乖，跟阿姨说再见。颜芝阿姨再见。
再见，拜拜。走。他就是艾琳的男朋友 Patrick。可是跟踪 Patrick 真的有用吗？他是艾琳最亲的人，想知道艾琳最直接的消息，就一定要跟踪他。喂，进去看看吧。我？可是我穿成这样，不像去地下赌馆的人啊。是不像啊。阿翔，跟他换吧。啊？346大，345大。哇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洪家发，是我，钱花光了，想跟你要点钱，不给，那你就不想要我继续再帮你。惨了！警察！站住！别跑！郑业，那个 Patrick 跟洪家发拿钱，那就表示他们的关系一点都不简单。会不会是因为洪家发要争取小爱的抚养权，跟 Patrick 合作，要做一些对艾琳不利的事？不过争取小爱的抚养权对洪家发有什么好处？有好处是一定的，要不然洪家发也不会花这么多心思去找 Patrick 合作。你干嘛？如果我们找出真相，做成专题，啊，那我们点击率一定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你们一定可以找出真相的。我去准备一下。哎，准备什么？笨蛋，做报告啊！点击率破表的时候，第一时间交给老板。加油，各位！加油啊！会痛吗？被你帮我涂药，我怎么会痛呢？你的甜言蜜语已经对我不管用了。好，那我以后啊就不用说的，我就用做的。你爱我吗？我喜欢你。我是问你爱我吗？我会负责任的。爱和喜欢是不一样的。很多男人很容易喜欢一个女人，不过不容易深爱。男人也很喜欢说会负责任，不过很多时候都领着退缩。只有真心爱一个女人，男人才会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，全心全意地接受对方的一切。所以你爱我吗？我会。算了，不想勉强你了。我爱你。这是你想达到目的的我爱你，不是我想听的真心的我爱你。我爱你就我爱你吧，
那你叫我说我爱你，你到底出自什么目的？我的目的很简单，我只想听到你真心的说爱我。难得你很认真，不想太多区分，不顾身，好难得你爱上了对的人，可惜他不是你的歌。好像在等人啊。等电话。没有啦，看手机是现代人的通病，所以时不时的拿出来看一下。可是你几乎每2分钟拿出来看一次，你的病会不会太严重？哇，原来你这么注意我。你坐在我旁边，我当然注意你啊。又不见你注意 Benny。他坐在后面啊。你不关我的事，我没什么好注意的，不像你天生就引人注目。哇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他已经够自大，说下去他会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完美的男人。我本来就很完美嘛。是，你是世界上所有女人从8岁到80岁会爱上的男人。到底爱是什么？你跟洛琳吵架了？爱和喜欢有分别吗？有分别没？那你觉得呢？你们2个男人真够白痴。好，我教你，喜欢是以自己的喜怒哀乐为中心，最在乎的是自己；爱是以对方的喜怒哀乐为中心，最在乎的是对方。那你比较在乎自己还是对方？那如果我也在乎我自己，也很在乎对方，他说不要问如果啦，因为如果不等于结果。你干嘛学我？你们这对欢喜冤家，只有冤家没有欢喜，好不好？连冤家都没有，只是同事。哎，来，拍，快点！加发给 Patrick 的是不是药丸？听艾琳说过，医生给他开的药，他吃了都没有效果，是不是他们把药丸给换了？换？很有可能啊，这样艾琳的病才会越来越严重嘛。哎，他们走了。哎，我们跟加发，我去跟 Patrick。哦。去哪里？我要回家，我要妈咪。不行，给我回去！我要回家，我讨厌你，我要回家，我讨厌你。以为我喜欢你吗？不要跑，站住！快跑！不要跑！妈咪救我！别打了！也是阿姨救我，我要回家，带我回家去找妈咪。好，你别怕，我带你去找妈咪啊。你在拍什么？不要拍啊！我叫你不要拍，不要拍啊！听到没有？不要拍！就你不要拍！警察局，这里有人虐待儿童。来，吃药了。这个药不能吃，艾丽，药有问题，你不要吃。来，帮我开门，开门。艾丽，这药有问题。开门，不是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他乱说了。开门，艾丽，回房，来帮我开门。我们回房去，走，我带你去休息。走，放手。你做什么？你去哪里？你去干嘛拉住我？你听我讲，他乱说的。OK， 回房，我们回房。哎！
小女孩的母亲艾琳出生富裕家庭，父亲留下了一大笔遗产给她。但是艾琳因为身体状况不好，担心女儿日后生活，所以为女儿成立了一份基金。女儿只要一满20岁，就可以自由运用这份基金。于是，当洪家发知道这件事后，就和 Patrick 联合起来，使艾琳的躁郁症情况越来越严重，似乎想取得女儿的抚养权。不过，真正的目的是艾琳为女儿成立的那份基金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下则新闻。妈咪，小爱，我也好想你。我也好想你，妈咪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。妈咪也不好，以后我不会再生气了。我以后也不会说不要妈咪了，我会一直陪在妈咪身边的。我之前的报道对你做了不客观的评论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是有错，怎么说也不应该把小爱一个人留在外面的。你以后选男人呢，眼睛要擦亮一点，最好呢是选我这种，如果没有我这种呢，选他这种也是不错的。哎，我也是男人，我怎么样？这种千万不要选。我刚看见你手帕，没良心的。王妞，哎，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们大家的好意。我有了小爱，我已经足够了，其他的我也不勉强。我有妈咪也够了，我爱你，妈咪。妈咪也爱你。喂，还想不通啊？其实有这么难想吗？在这一刻，现在目前为止，你是爱他的就行了。你说的对，现在的世界这么脆弱，谁知道什么时候会世界末日？谁又知道永远有多远？把握现在最重要。哎，这几个男人上个厕所也这么久，真的是比女人还麻烦。何琳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爱你。你真的搞清楚爱跟喜欢的分别了吗？喜欢一个人是以自己的喜怒哀乐为主，最在乎的是自己；而爱一个人是以对方的喜怒哀乐为主，最在乎的是对方。我现在最在乎的就是你。我认识他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认真的。不过他这种人会认真多久啊？我看最多不超过3个月。那你呢？相信我吗？哎呦，走了！哎呀，又是一对自甘堕落的男女啊！哎呀，会比你堕落。你懂什么？哎，爱上一个人，把对方看得比自己重要，自己呢变得卑微、可怜、渺小，这不叫自甘堕落，叫什么？要是这样的自甘堕落，我不介意呀，总好过你胆小懦弱，跟真爱擦身而过。嘿，好，我今天不让你错过，洗干净还给我。啊，脏死了你！这个不要碰。你呢？你会选择胆小懦弱，还是自甘堕落？好难得你爱上了对的人，可惜他不是你的可能。我们都曾以为爱就像清晨，原来最难爱过的竟是黄昏。我们都爱过某个诗人，可是诗人也是平凡人。好难得
才有机会忘。